这就是大吉之兆。一条寡妇的红肚兜被我花重金买下，村里人觉得我不可救药，毕竟逃荒路上缺粮缺水，一文钱都恨不得掰成8瓣花。一条肚兜丢在地上都没人捡，可没人知道我有一块占卜面板，只要是面板上出现的卦象，哪怕是一条肚兜，也能成为举世罕见的宝物。今日卦象小吉，5时前去小帽山，可收获一只野山鸡。按照卦象，我拿上家里仅剩的猎弓上了山。二郎终于懂事了，懂得上山捕猎补贴家里了。大郎，汉晚路该不会拿猎弓去镇上卖了换钱，去隔壁王家村里支家下聘吧？现在家里值钱的东西没几样，这把猎弓就是其中之一。不可能！二郎虽然平日吊儿郎当没个正形，但心里是有分寸的。可他嘴上说着不可能，脸色却比谁都黑，看着我离开的方向，神情渐渐复杂起来。连续5年大旱，庄稼收成惨淡，现在全家就指着这把猎弓吃饭。爹，二弟才出门没多久，我现在去追，说不定还能把猎弓追回来。话音刚落，他就朝着村口的方向跑了过去。沈怀山嘴上说着不可能，却压根没阻止沈平。可他们都忘了，村口在东边，小帽山在西边。沈平就算跑得再快，这一路也注定看不到我的身影，因为没看到人。沈平更觉得我肯定是坐牛车去了镇上，在乡间小路上跑得更近。但他不知道我是真的上了小帽山。此刻我正朝着挂签指引的野鸡掉落的陷阱位置走去，压根不知道自己这一出门，让家里再次陷入了压抑的气氛里。正赶上丰收季，小帽山上没什么人，反倒方便了我行动。1刻钟后，我就到了挂签指引的位置。果然有野鸡。看着陷阱里因为长时间没进食趴在地上蔫蔫的野鸡，脸上瞬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得有3斤多，今晚的晚饭有着落了。把野鸡的双腿绑好，放进背篓，又扯了些野草盖在上面，准备直接回家。可从进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时辰，我看着快要下山的太阳，正准备回家，却听到不远处传来了2道说话声。也不知汉文什么手气，到时候再忽悠他从家里偷点钱出来，去镇上吃香喝辣的。嘘，小声点，被人听到就不好了。我赶紧躲到一棵树后，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村里的2个泼皮张二狗和王金宝。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袁深的死跟他们有关系？村里都在传汉文磕破头被抬回来的当天就不行了，所以有些事还是烂在肚子里，听到没？不会吧，我感觉下手没多重啊，汉文竟这么不经磕。我之前就觉得袁深死亡的事儿透着诡异，现在听到2人的对话，顿时明白了，一股怒火瞬间冲上了我的头顶。谁在那里？我见踪迹已经暴露，索性也不藏了，直接从大树后走了出来。看着张二狗2人愣住的神情，我眼底闪过一抹凌厉。走出树后时，脸上却已经换回了往日的笑容。张哥、王哥，没想到能在小帽山遇到你们，今天怎么没去镇上喝酒？张二狗刚从王金宝嘴里得知我的情况，此刻看着我的笑容，只觉得后背莫名一凉，吓得往后退了2步。你是人还是鬼？紧接着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目光急忙在我身上扫来，要把野鸡杀了给他补身子。陆秋莲一想到自己之前说的里就没沾过半点油水，说是怀孕也就只有肚子大，听说他死死在揪着野鸡，说什么都不肯松手。他的肚子，我们担心你的安危，以前这条路还长着呢，哪里还有心思去镇上？不枉我们这2日求神拜佛，你果然好，都能自己。趁现在天色还早，最后那点不舍，这2日我们为你吃不下补。因为以前作为兄弟，你现在好了，怎么也要请我们去镇上酒楼吃上一顿，好好补偿我们。黄澄澄的鸡油浮在汤面上，鸡汤。是啊，花村这几年连年这2日赋税徭役，可累死了。轮到他和沈小玲分到最后也没剩多少了，娘俩各自厚颜无耻。出来的鸡肉不会好吃，可第1口下去。相反，如果我突然变得谦虚礼貌，他们反倒会不适应。脖子本来就没多少肉，他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2下就有鸡皮裹着肉，1口下去香喷喷的。思及此，他吞。我倒是想请，可想必你们也听说我家的情况，实在拿不出多余的请上，否则我要是有钱，又怎么会私藏着？早就约上2位哥哥去镇上好酒好肉的伺候了。则变得太多，很容易被怀疑。沈小玲早就对这只大鸡腿，相反，从他的角度看过去，只觉得陆秋莲正眼巴巴地盯着我。登门了，刚才在外面他们就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儿，进了沈野鸡，可竟敢不给他家送去，果然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朋友。更不忍心他日后跟着汉文吃苦。袁深和是沈怀山拼死拼活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也局上谁说没有钱？你手上这把猎弓成色不错，拿去镇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又够我们吃上好几天了。沈怀这不行，我爹要是知道我偷偷拿猎弓去卖了，非要打断我的1条腿不可。而且这猎弓是我家吃饭的家伙，说什么都不能卖。
我心里一阵冷笑。以前王家家道中落的时候，上赶着往我家苦的农家女里显得不一样吧？沈怀山不知道我心里的这些，我今天出奇的安静，神情更是让人捉摸。相反，求你紧张的样子，谦虚礼貌，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作为好兄弟，我们就算砸锅卖铁了，也不能让你受家里人的欺负，不是？鸡皮裹着肉，一口下去香喷喷的。我们俩上山来就是找野货的，想着要是能猎到，就给你送去补补身体。心里又是各种素食，而原神本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主，经常偷家，则变得太多，很容易被怀疑。沈小玲早就对这只大鸡腿。汉文哥，你不厚道啊！亏我和金宝还一直念着你，你却藏着这样的好货不吭声。这野鸡我们就带走了，正好你嫂子最近身子虚，得补补。我好像没同意让你们把野鸡带走吧？哼！汉文，你想干什么？把野鸡还给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不是说了吗？你嫂子身体虚，需要补补。何况你能醒过来，多亏了我们天天为你祈福。汉文，不过是一只野鸡而已，以我们的关系，没必要闹得这么剑拔弩张吧？给你就是，我可不像与你这么小心眼儿。念在昔日的兄弟情上，别说我不照顾你这个小弟。大家都是兄弟，别误会。二狗上山前摔了一跤，估计还窝着火呢，你别往心里去。野鸡你就留着补身体，等你伤好了，我再给你出谋划策，帮你向婉儿表妹下聘。二狗别气，汉文今天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敢这么对我们。等着吧，到时候就算他拿再多的猎物跪下来求我，我也得好好想想。要不要让他重新加入我们？哼！至于婉儿表妹那边，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不嫁也罢。王哥，我看你还是太善良了，你没瞧见他刚才那想杀人的眼神？这种人不配跟我们一起玩。爹，怪我脚程慢，没追上二弟。你要罚就罚我吧。我就说浪子怎么会回头？现在好了，家里唯一靠着吃饭的猎工也被二郎拿去镇上卖了换钱。他倒好，一个人在外吃香喝辣，可不久后就要交徭役税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爹娘，什么时候开饭啊？我好饿啊！开饭！我没回来晚吧？我就说二郎不孬，秉性不坏，看吧，这不就回来了？哼，回来就吃饭吧。爹，不急，我在山上抓了只野鸡，看它无精打采的样子，也活不了多久了，不如今晚杀了吃吧。大嫂现在怀着身孕，正好煮个鸡汤补补身子。媳妇儿，你在天上看到了吗？二郎终于懂事了。大哥大嫂，野鸡交给你们处理，可以吗？当然可以，二郎你辛苦了，先坐下歇会儿，我马上就烧水杀鸡。你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嘴馋？这野鸡拿到镇上去卖，能换好几斤粟米，够家里吃半个月的口粮了。爹，不是娘想吃肉，是我想吃。你别凶娘了，要打就打我吧。野鸡是你弟抓的，他都发话今晚吃鸡了，你就别废话了。而且这鸡看这样子，连今晚都活不过去，怎么拿到镇上卖钱？到时候割喉放血都来不及。大哥，今晚我要是吃不到鸡肉，我就把猎弓拿到镇上卖了，换酒钱喝。爹，你老看我干什么？混账小子，你终于长大了！娘，二叔真的没骗我们，说今晚有野鸡吃，就真的有，好香啊！娘，快点，我要吃肉。
开饭。好肥的鸡腿，不知道会不会比鸡脖子好吃。别看了，免得惹得不高兴，到时候没好果子吃。吃吧，这玩意儿我吃多了，腻了。二叔，你确定给我吃？我吃。慢点吃，要是呛到被人听了去，丢我的脸。媳妇儿，你怀着身孕，这鸡肉你多吃点，补补身子。好。白老弟，我们来退婚。爹，你们要是敢阻止我和婉儿在一起，我就杀了你和大哥他们，扫清一切阻碍我和婉儿的障碍。
王老哥，你坐，外面的都是谣言，你可千万别信。你看，今晚我们吃的野鸡，就是二郎今天进山猎的。哼，你儿子干的那些事儿，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沈老弟，你也别再劝了，今天这婚事我是退定了。陆氏，愣着做什么？还不去烧茶？大郎，你也去帮忙。可是爹，还不快去！陆氏大着肚子，行动多有不便。王老哥千万别动怒，有话好说。这毕竟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我们做父母长辈的也得听听孩子的想法，你说对不？婉儿，关于你和二郎的婚事，你是怎么想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听我爹的。婉儿，你再认真考虑考虑。我向你保证，你嫁进我沈家，绝对不会让你吃一点苦。而且二郎今天也说了，他知道错了，以后一定会改。日后他要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这个当爹的第一个不饶他。王老哥，这要是退了婚，传出去对婉儿的名声也不好。退婚的事儿，不如再仔细想想。我一定拿着20两，带着犬子亲自去你家给婉儿下聘，你看成不？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宽限几天可以，但到时候聘礼必须是50两。要是连50两都拿不出来，我看这门婚事就还是作败吧。50两怎么行？婉儿美若天仙，端庄出尘，怎么说聘礼都要100两。100两，好，那就说定了。沈老弟，你看，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是你家汉文执意如此。依我看，就听你家汉文的吧。100两聘礼，限你们7天之内得拿出来，否则逾期不候。7天，不是说好半年吗？好，7天就7天。那我就当你们沈家答应了。郝文，娶婉儿的机会我可是给你了，你好好把握。蠢妇！完了，
才我让你别拉我，有我看着汉文，还能拦着他别口无遮可。现在好了，上哪里去凑这100两？剩下的再凑一凑，25两还能拿得出来。可现在我的一句话，硬生生把彩礼抬到了100两。他心里满是懊悔，怪自己就不该相信我转了性变好了。可现在悔之晚矣，说什么都迟了。你怪我，主动加聘礼的是汉文，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早知你是个黑白颠倒的人，上次我就该听娘家人的话，跟你和离。说完，他委屈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小声抽泣起来。沈小玲看见父母吵架，懂事的抱住了陆秋莲。娘，别哭了，我怕。沈平看着缩在一起哭的妻女，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心里一阵绞痛。媳妇儿，对不起，你别气了。这些年，是我亏欠了你和女儿。我原以为汉文变好了，可没想到，半年前，小叔子偷走我娘给我当嫁妆的银簪子，那时候你可有想到？前2天，小叔子偷走家里全部的银钱，那时候你有想到？字字诛心，沈平想要辩解，却发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妻子任劳任怨，他心里一直都很感激，也觉得亏欠他2锅。可作为家中长子，很多事情他身不由己，尤其是想到娘亲临终前的叮嘱，让他一定要好好照顾。如今我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迟迟不成亲，还扬言这辈子除了王婉谁也不娶，否则就凭20两的聘礼娶村里的哪家姑娘不成。就在沈家人个个心如死灰的时候，我却笑眯眯地拿起一双筷子。岳父，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我上山打了只野鸡，一起吃了饭再回去吧。婉儿，站着多累啊，快到我身边坐下。王礼正看着我这副讨好的样子，心里相当受用。可看到筷子上沾的口水时，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压根没伸手接。岳父，婉儿，你们怎么不吃？是不给我汉文面子？就不给你面子怎么了？你不过是村里的一个泼皮无赖，我愿意把婉儿嫁，他心里怎么想的，就已经是你3辈子修来的福气了。就算说了又能怎么样？就凭我这只舔狗，还不是被他女儿拿捏得死死的。好啊，不给我面子，还骂我是泼皮，这要是传出去，我汉文的脸往哪里搁？我还怎么在村里混？这婚我不结了。二郎，好好说话。可听完我的话，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什么？不结了？什么不结了？汉文，你可想清楚了？就你这泼皮的名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到时候就算你下跪求我，我也不会把婉儿嫁给你。还敢说我是泼皮？爹，这桩婚事我取消了，王婉儿就算白送给我也不娶了。滚滚滚！居然敢不给我面子，还骂我泼贫！爹，快把他们丢出去！被硬生生赶出门的王礼正父女俩站在院子外面面相觑，到现在还一脸懵。刚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不是说好7天之内拿100两聘礼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王礼正看着哐当一声关上的沈家院门，厌恶地往地上啐了一口。果然就是个泼皮，还说改了性子，这种谎话也就你们沈家人会信。泼皮，泼皮！爹，你还说到手的100两都飞了，你还嫌事不够大吗？没有钱，我们怎么逃荒啊？3天前，在军中做百夫长的大哥突然寄来家书，说西南边疆战乱不止，城池眼看就要守不住了。上面的人已经在商量撤兵的事儿。2天前，王秀才也从同窗那里听说，咸阳城引进了大量人民，那些流民在城里烧杀抢掠，不入人去。有死里逃生的人们说，咸阳城现在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已经成了人间炼狱。我们所在的安阳城就在咸阳城隔壁，所以1天前，王礼正一家就已经商量好了逃荒的事，想在离开之前，借着2家的婚事，在沈家身上狠狠捞一笔。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竟然说不娶就不娶了。王礼正一脸愁容，这次上沈家，他本来打着能捞到就捞，捞不到就算了的主意，可那时候想的是几10两，现在可是整整100两了。我哪里知道浩文会突然抽风？你跟他打了这么多次交道，最熟悉他的性子，你在边上也不知道拦着我点儿。他心里也委屈，我虽说长得英俊，可改不了是个泼皮的事实。他喜欢的是温文尔雅的书生，对泼皮根本生不出半点好感。所以每次我来找他，他为了自证清白，都会叫上王秀才一起。有王秀才在身边，他哪里还有心思去留意我的情绪变化？王礼正心里清楚自己女儿是什么德行。平日里王婉儿和王秀才幽会，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同样看不起我，觉得10里8村也就王秀才配得上他女儿。虽说王秀才家里穷了点儿，可他是个秀才啊，以后要是恢复了科举，他还能考举人，当举人老爷。到时候他这个老丈人
也能跟着沾光。村子里那些不服他当理政的人，通通关一把钥匙。只不过以现在的局势，这个想法可是实现不了了。但就算是逃荒，有个秀才女婿在身边，路上也能方便许多。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从沈家拿到那100两聘礼。有了，什么办法？回村之后，我们就放出消息，说7日之后你要和王秀才成亲，以汉文对你的死心塌账，听到这个消息不可能无动于衷，到时候他还不得乖乖上门求着你嫁给他，那100两配礼还不是轻轻松松就到手了？爹，还是你聪明。坐在回村牛车上的王理正父女俩算盘打得噼啪响，他们笃定7天之内我一定会拿着100两聘礼乖乖上门求亲。沈家厨房里，陆秋莲本来都做好了冲出去痛骂我一顿的准备，正要甩开沈平揪着他的手，就听到了我不结了，瞬间愣在了原地。陆秋莲愣愣地问：“孩子他爹，你听清没？”啊！你揪我肉干什么？我没听错，小叔子说不娶了。那说的100两聘礼，岂不是就不作数了？可沈平却不像他这么欣喜，只是白了他一眼，心里满是担忧。他怕我是心血来潮，现在闹这一出，100两是不用拿了。可今天惹恼了王理正，以后就算想拿100两娶王婉，也未必能娶到了。想着，他2步并作1步，快步走到了堂屋。二郎，婚姻乃是人生大事，不可戏言。你可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说我不娶王婉儿了。爹，那可是100两啊！有这个钱，我什么样的女人娶不到？就是官家的女儿也娶得了。在杏花村，女孩出嫁的聘礼也就3两5两，10两就已经是顶破天的高价了，20两都能娶到镇上的姑娘了。这话真不是我夸大其词，100两真的能娶到官家的女儿，也就原身那个缺心眼的舔狗才会对王婉儿言听计从。爹，我以前干的那些荒唐事，在这次昏迷醒过来之后，是真的知道错了，我是真心想悔改。王婉儿和他爹今天上门，根本就不是真心想把她嫁给我，就是奔着我们家的钱来的。这样利欲熏心的女人，不娶也罢。媳妇儿，你在天上瞧见没？我们家二郎终于长大了，他没骗我。从厨房进来的沈平正好听到了这番对话，满脸震惊，还没反应过来的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认认真真的问：“二郎，你既然不娶王婉儿，那刚才为什么要主动把聘礼抬到100两？”当然是耍他们啊！他们既然厚着脸皮敢要100两，就该想到会被我当场拒绝。今天这事儿一过，10里8乡都知道王理正嫁女儿要100两聘礼，你说以后谁还敢娶她？沈平现在是彻底信了，我对王婉儿半分娶进门的心思都没了。他当即松了一大口气，一点都不觉得我做的过分。他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早就有妻有女了，可我白白被王婉儿耽误了好几年，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光如此，王婉儿还总私下里使唤我回家偷钱，给她买当季的胭脂水粉和新布料。人人都知道王理正家有钱，可谁能想到王婉儿身上穿的、脸上抹的，全是花的沈家的钱。就连王理正家饭桌上常出现的肉，也是我拿爹在山上猎的野货送过去的，少则半只，多则整只，全拿去孝敬了王理正。爹念着两家的婚事，对此也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然沈家怎么会穷成这个样子？二郎，你就是比为兄聪慧机灵，脑子转得快。不过你也别太伤心，王婉儿不是良配，日后我和爹一定给你寻个比她还好的姑娘，给你做媳妇儿。大哥，我的婚事不急。怎么能不急？你被王婉儿这个狐狸精耽误多久了？不能再错过成亲的年纪了。在这年代，女子14、15岁就要嫁人，男子虽能晚几年，16、17岁也该成婚了。我如今已经17，在大哥眼里，再不成亲就快成老光棍了。而且他这个做哥哥的考虑的更多，好人家的女儿都嫁得早，我要是再晚几年，就只能找别人挑剩下的了。对于他这个宠弟狂魔来说，这是绝对不行的。就算我以前混账了些，在他眼里，他弟弟也配得上任何人家的好女儿。话刚说完，沈平就赶紧捂住了嘴，偷偷瞄了我一眼，见我脸色平静，才悄悄松了口气。二郎，我不是有意说王婉儿坏话的。我就是替你觉得分开不值，这才口不择言了。大哥，你没说错，以后在我面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我才刚结束一段糟心的事，目前对成亲没兴趣，而且眼下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凑齐那20两的徭役税。现在家里穷的叮当响，别说20两，就连2个铜板都拿不出来。就算大哥那2个月的木工钱发下来，也才2两银子。我腿伤养的差不多了，明天就上山打猎。要是运气好，半个月就能凑够20两。不行，伤筋动骨100天，
爹，赚钱缴税固然重要，可你的腿更重要。你这腿要是废了，以后挣不到钱，我还怎么在村里耍威风？怎么在张二狗他们面前抬头？不如爹你教我打猎吧。今天我上山试了试，感觉还不错，挺威风的。小帽山本就危险重重，爹现在走路都还要拄拐杖，进山打猎跟去送命没什么两样。我就不一样了，我有卜卦系统傍身，能趋吉避凶，化险为夷。只不过这事儿太过玄乎，不能跟他们说。沈怀山本来还以为我是真的彻底变好了，听了我这番话，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没变。家里大哥没有捕猎的天赋，所以他才给大哥在镇上找了坟墓供火。以前的我就是个混不吝的，只会作威作福。他本来对2个儿子都不抱希望了，都做好了捕猎手艺砸在手里的准备。现在我好不容易想跟他学打猎，不管我出于什么心思，他这个当爹的都会全力支持。而且在他看来，我第一次进山就能猎到野鸡，是天生有这个天赋和运道。哈哈哈，可以，你小子有点运道在身上，天生就适合吃这碗饭。其实沈怀山根本没指望我靠打猎换钱，更没指望我能在半个月里挣到20两。至于那20两徭役税，2个儿子都关心他的腿，他就暂且再养几天伤，等过几天趁家里没人，再找机会进山打一趟猎。要是钱还不够，到时候就把家里的2亩良田卖了。总而言之，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少。这时候陆秋莲早就进来了，听到家里人都反对沈怀山进山打猎，他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他看向沈平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就蓄满了泪水，一只手扶着大肚子，另一只手紧紧拽着沈平的衣角。倒不是他没良心，逼着腿伤未愈的公公进山打猎，实在是家里出了事儿，除了沈怀山，没一个能顶事儿的。沈平看出了妻子的心思，立刻出声训斥道：“这事已经说好了，到时候我去服徭役。爹的腿伤还没好利索，让爹进山打猎，那就是不孝。他宁愿去服徭役，上阵杀敌，死在战场上，也不愿爹为了这20两银子活出性命。”够了，闭嘴！这些话夫妻俩私底下说也就算了，当着我的面说，跟指责我没两样。我看着妥妥的宠弟狂魔大哥，心里一阵无语。有这样的爹和大哥，也难怪会把原身宠成无法无天的样子。可面对这么真心待我的一家人，我心里还是结结实实的被暖到了，也开始认真琢磨，怎么才能在半个月里赚到这20两银子。一群人各怀心思，屋里的气氛也变得沉闷起来。最后还是沈怀山开了口，让大家各自回房休息，唯独把我留了下来，要趁着天还没完全黑透，教我一些基础的捕猎知识。今天的3个挂签都和打猎有关，我学得格外用心。沈怀山也察觉到了我的认真，教得更是仔细了。次日，我起了个大早，用意念调出了卜卦系统。看来挂签的内容不会每天都变，可惜了。本来还想着靠挂签捡漏，半个月里挣够20两，眼下这个希望算是落空了。小凶，昨天还是中凶，今天怎么就变成小凶了？野猪受伤了，挂签内容不会每日变更，但会根据猎物的情况评定凶险程度。至于具体的评定标准，莫非是根据我的战斗实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毕竟爹以前是军中百夫长，原身早几年还没那么叛逆的时候，跟着爹学过几招傍身的本事，会点3脚猫功夫。可就算看着第2个挂差上的小凶2个字，我还是觉得危险，那可是一头野猪啊，就算受了伤，也改变不了它是野猪的事实。就凭我会的这点3脚猫功夫去狩猎野猪，就算丢不了性命，也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当然，要是能成功猎到这头野猪，收益确实很可观，拿到镇上卖掉，至少能换1两银子。现在家里正缺钱，我虽然心里动了动，可最后还是选了第一根挂签，因为我注意到了挂签上颇丰2个字。虽然我不认识药材，更不知道一株3年份的人参值多少钱，可值得系统这么提示，想来价值肯定不会太低。心里盘算妥当，我就起身穿好了衣服，因为昨晚吃得饱，我现在一点都不饿。我拿起猎弓、背篓还有铁锹，就往小帽山走。可刚要出门，就被早早起来正在厨房给全家人做早饭的陆秋莲叫住了。二郎，你这是要进山捕猎，吃完早饭再去吧。陆秋莲看着整装待发的我，脸上满是惊讶。以前的我向来要睡到日上3竿才起，今天竟然起得这么早。村里的老人常说，人经历了大是大非，会一夜之间长大，变得和往日不同。看来小叔子是真的被王婉儿伤透了心。再想到昨夜沈平的交代，他觉得自己作为嫂子是该对小叔子多上点心。汉文虽说不急着成家，但长嫂如母，这婚事他必须得张罗起来。我当然不知道他心里的这些盘算，开口回应道：不饿，大嫂，我要进山一趟，做好早饭就不用等我了。二郎，又要进山，徭役税的事你不用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和爹
会想办法的。沈平以为我是在为姚易睡的事犯愁，暗地里狠狠瞪了厨房里的陆秋莲一眼，眼神里满是幽怨。他心里怨着陆秋莲，觉得他说什么不好，非要在二郎面前提姚易睡的事儿。这不是明摆着提醒二郎前2天偷了家里20两银子的事儿吗？让二郎心里理亏。二郎好不容易变好了，又受了情伤，这简直就是在二郎的伤口上撒盐。陆秋莲在厨房里面对着一眼，满是委屈。我把夫妻俩的神情都看在了眼里，连忙开口打圆场：大哥，不怪大嫂，是我自己主动想进山打猎的，想着昨天手续不错，才想着今天进山再碰碰运气。在我的印象里，大哥和大嫂的感情一直很和睦，只有在我的事上才会吵个不停，要不然家里出了原身这么个败家玩意儿，大嫂早就听娘家人的话跟大哥和离了。以前的原身自私自利，现在的我可不想让他们俩再因为我吵个不停。沈平这才收回了目光，可还是上前一步拦住了我。那也不急着上山，先吃了饭，我陪你一起去。大哥，大嫂随时都可能生产，身边不能没个亲近的人，而且我真的不饿，趁现在日头不晒，早点进山也好受些。要是饿了，我到时候再回来就是。我是奔着挂山指引的人参去的，要是沈平跟着我一起去，只会添很多麻烦。到时候沈平要是紧了一些，我也不好解释。毕竟第一次进山能猎到野鸡，可以说是运气好。可第2次，我不会因为沈平老实憨厚就小瞧了他。身怀卜卦系统这件事太过玄乎，就算是家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爹虽然在家养伤，可毕竟隔着一层男女之别。陆秋莲要是真的生孩子，到时候肯定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趁着他琢磨的功夫，我已经一溜烟跑出了院门。就在我往小帽山走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娇俏身影追了出来。二叔，今天还会有肉吃吗？我尽量。说完，头也不回地上了小帽山。杏花村连续5年的大旱，真不是说着玩的。就算我起了个大早，这会儿也感觉体表温度快有40度了。才刚进山，衣服就被热汗浸透了。有了昨天的经验，我确定四周没人之后，直接奔着挂签指引的人参方向赶去。足足走了1个半时辰，这才总算到了小帽山的沼泽山坳。说是沼泽，可这5年热的邪乎，村口那口100年老井都只剩个底，勉强够一村人吃喝用度，更别说这片沼泽了。早就干得底朝天，被太阳直晒的地方，泥土裂的都有2寸深。那株人参就长在一棵3天老树底下，因为有树荫遮挡，加上这里以前是沼泽，周围还长着苔藓，泥土相对松软一些。我扫了一圈，精准找到了和挂签里印出来的人参对应的位置，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工具，首先是红绳。虽然我不知道为啥挖人参要用红绳绑住，老辈人有说法，是怕人参长了灵智跑了。我虽然不信这些邪门说法，可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也就多一道工序的事儿。我在人参上绑了个蝴蝶结，才拿出铁锹开始挖。我本来以为挖人参是个轻松活，总比打猎容易，结果我猫着腰挖了整整2个时辰，腰酸背痛，汗水都把面前的一方泥土浸湿了，才算把一株完整的人参挖了出来。累死了，这真不是人干的活。早知道这么累，我还不如去猎野猪了。可一想到挂签上的小凶2个字，我立马就掐灭了这个念头。我是个求稳的人，在自己的本事没练到家之前，卦象没从小凶转成平或者小吉，我是绝不会拿性命去赌的。10赌9输，命就只有一条。这次是运气好，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谁知道下次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手上也没闲着。我还挺庆幸以前在短视频里刷到过古代怎么保存人参，所以出门前我特意去灶台装了不少灶灰，既能防潮，又能让人参保持干爽，不至于流失水分。等我把人参处理妥当，已经是午时了，人参已经挖到了，今天的任务也算完成了。继续待在山上也没什么用，我把水囊里剩下的水全喝了，垫了垫肚子，就动身往回走。我家住在村西头，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不少从田里干完活往家走的村民。沈家二小子，今儿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竟然进山打猎了，有没有猎到什么野货？说话间，他的目光就往我身上扫了过来。杏花村就这么大点地方，村里但凡发生点什么事儿，经过1晚上的发酵，第2天保准全村都知道。所以我昨天在小帽山猎到野鸡的事儿，现在杏花村没人不知道。大家一边羡慕嫉妒我的好运气，一边又忍不住嘀咕：沈家汉文真像沈家人说的那样改了性子了。今日一见，人还是那个人，可精气神却完全不一样了。李伯，你也看见了，2手空空，什么都没猎到。李老头听到我的话，当场就愣住了。他一条腿有点瘸，以前的我见了他，张口闭口都是李瘸子，再不济也是喊李老头，今天竟然喊他李伯。李老头抬头看了眼天上火辣辣的太阳，暗自嘀咕：今日这太阳还真是打西边出来了。旁边还有几个不信我改了性子的张婶儿和几个村里的妇人结伴走过来，3步并作2步凑到我跟前，好奇地往我的背篓里探头探脑。见背篓里空空如也，别说猎物了，就连一根野菜都没有，他们才心满意足地收回了视线。在大家眼里，进山猎不到猎物才是常态，像我昨天那样进山一趟就捡回一只野鸡，纯属踩了狗屎运。我装作没看出几个妇人的幸灾乐祸，笑着跟他们打哈哈。
态度放得很谦虚，让原本等着看热闹的几个妇人悻悻地闭了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下山回到沈家院子，我推开门走了进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把背篓往地上一扔，立马就有一颗小脑袋好奇地凑到了背篓跟前。二叔，没在山上打到猎呀？今天没肉吃了。其实本来是有肉的，昨天的野鸡陆秋莲他们只煮了一半吃，剩下的一半被他拿去跟村里人家换了粮食。世道实在太难了，半个月前镇上的店家就跟沈平说了，这段时间没活干，让他在家歇着等通知。可沈平回家的这半个月也没闲着，根本闲不下来，一有空就编背篓簸箕，接点散活，勉强糊口养家。小莲闭嘴，猎物哪里是那么好打的？村里的猎户叔伯在山上待半个月，还时常有空手而出的时候。你二叔满头大汗的，肯定是用心找了，还不去给二叔倒碗水喝？二叔喝水。尽管心里还有些没吃到肉的失落，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还是格外乖巧。我确实口干的不行，也没客气，一口气就把水喝了个精光。天气实在燥热，我扯了扯粘在身上的衣服，浑身都不舒服。再想到待会儿要去镇上一趟，我就打了一桶水，准备简单冲一下。孩子他爹，如今家里存水不多了，勉强够今天家里吃喝用度。待会儿你去找李正问一声，看看咱们家能不能提前一天去村里老井打水。村里那口百年老井原本有10几个泉眼，可这几年旱得厉害，如今能出水的泉眼连5个都不到。好在杏花村人口不多，还不到王家村的一半，只有60户人家。就算是这样，村里的用水还是格外紧张。族里的长老和李正怕用水过度，没办法才商量出了按人头分水的规矩。像我们家一共5口人，每天只能分到1桶水，刚够1日3餐的用度。不过每天去井口打水来回折腾，村里就又商量好，一次可以打3桶水，也就是3天的用量。当然要是有钱也能买水，1桶10文钱。要知道4文钱就能买1斤粟米，1斤猪肉也才10文钱。村里大部分人家都舍不得花钱买水，在他们眼里，这买的哪里是水，分明是金疙瘩。我愣在原地，出神地看着手里提着的水。以前家里有原身那个混不吝的，倒是村里为数不多舍得花钱买水的人家。可现在家里的银钱全被原身偷光了，一穷二白。我手里提着的这桶水，还是今天和明天的用量。一时间，我只觉得手里的冷水变得格外烫手。可我在兰心早就养成了一天洗2次澡的习惯，昨晚太晚又累得慌，没洗成，这会儿再不洗，我自己都嫌弃自己。至于像村里人那样打一瓢水用帕子沾湿擦擦身子，我实在不愿意。我想到下午要拿人参去镇上卖，便开口说道：“大哥，你也别去为难李正，花钱多买2桶水回家吧。至于钱，先赊账，等我从镇上回来再给他。你去哪儿弄来钱？这你就别管了，听我的就行。天这么旱，嫂子随时都可能临盆，家里多备些水，总没坏处。二郎说的没错，大郎这回就听你弟的。”陆秋莲看着公爹这么宠溺我，本来还有些不满，可一想到我是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心里那点不满瞬间就散了。最后我还是提着1桶水从头到脚冲了一遍，亏得原身虽然是个纨绔，却爱面子，身上倒不脏，洗一遍下来浑身都舒坦了，人也干净了。可我也忍不住咂舌，我洗澡的水被接在澡房外的木桶里，愣是一点都没浪费。这些水要2次甚至3次利用，要是水不脏，还要先洗衣服，第2遍的水再拿去喂鸡、淋菜，或者挑到地里浇庄稼。我要去镇上，家里人都没拦着，也知道拦了没用。出门前，沈怀山把家里为数不多的钱拿出一半，把10枚铜板塞到了我手里。这钱你拿着，去李正家租牛车，早去早回。要是天晚了，就在镇上找家脚爷歇一晚。大旱之年，世道乱，现在大家出门在外，能不走夜路就绝对不走。知道了，爹，我会尽早赶回家的。说完，我顺着记忆里的路去了李正家。李正对我借牛车去镇上的事儿早就见怪不怪了，收了5文铜板，只是看到我竟然要一个人去，没带张二狗和王金宝，脸上满是惊讶。沈家小子，这次你怎么不带上张二狗他们了？李正叔，我和他们撇清关系了，以后再也不会跟他们一道在村里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了。我也没隐瞒，我和张二狗他们闹掰的事儿，迟早全村都会知道。这汉文小子竟然叫我叔！唉，汉文小子是真的改了性子了，对咱们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我当然不知道自己一句话竟然让李正这么震惊。我正一边赶着牛车，一边看着道路两旁枯黄的树木。半个时辰后，我到了镇上，只是眼前的镇子和记忆里的样子颇有出入。不知道什么原因，镇上的外地人和乞丐一下子多了好多。我从一个外地商贩的嘴里听到了缘由。前些天，咸阳城涌进来大量流民，他们在城里烧杀抢掠，无恶无作。我就是从那里死里逃生出来的。你是没瞧见当时的场景，说是尸横遍血都不为过。官府不管吗？流民成千上万，官府那点人怎么管？
也就做做样子，抵挡了几天就不行了。据小道消息，刘民就是官府的人放进来的，否则有城墙挡着，那就算有缩天大的本事也进不来啊。小兄弟，我瞧你面善，劝你一句，抓紧时间逃命吧，这世道要乱了。还聊？都什么时候了？粮食已经买齐了，赶紧上路吧。商贩被妇人当众怼了一句，脸上有点挂不住。可一想到咸阳城的情况，终究没再多说，带着全家人匆匆赶路去了。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心里震惊不已。我原本以为只是闹旱灾，可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峻得多，糟糕得多。一瞬间，我就想到了昨晚登门要聘礼的王家村王李正。前世职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一瞬间我便想通了所有。王李正他们特意选在傍晚登门，借着原身偷光家里银钱的事，趁机抬高价码要聘礼。当时看着没什么，可结合商贩的话一想，王李正恐怕早就知道咸阳城涌进大量流民的事了。这分明是想在逃荒之前把我们家当成冤大头，狠狠宰一笔。原身的死，说不定就有王家在背后受益。现在更是想借着这事，把我们全家往死路上逼。王家，这笔账我记下了，等着吧，迟早要你们百倍奉还。重活一回，我比谁都珍惜这条命，我可不想再死一次。谁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再活过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心里一阵不安，恨不得立刻回家把咸阳城的事儿告诉家人，和他们商量对策。咸阳城已经乱了，安阳城又能撑多久？商贩最后那句话更是让我伤了心。安阳城和咸阳城都归灵王管辖，如今年迈的皇帝迟迟不肯传位，看来这事儿是灵王有意为之。灵王管的这块地方是绝对不能再待了。我脑子里转过无数念头，可脚步却没停。找了家价格公道的医馆，径直走了进去。现在镇上的外地人和乞丐还不算太多，想来知道消息的人还不多，所以我必须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尽快囤够粮食。就算真的要逃荒，路上饿死的几率也能小很多。抱着这个念头，我一进门就直奔主题。掌柜，你家收人参吗？医馆里人不多，掌柜闻言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他这家店价格公道，附近几个村子常有人挖了草药来卖，可挖到人参的本就少，像我这么年轻的更是几乎没有。不过他也只诧异了片刻，多半是以为我替家里长辈跑腿的。收，这位兄弟，你有人参要卖？3年份的人参，掌柜开个价吧。好。掌柜点了点头，可拿起人参仔细一看，脸上瞬间露出了震惊的神色。这株人参的保存手法十分得当，所有的根须都完整无缺，这绝对不是只简单认识草药的村民能做到的。就算是他家的坐堂大夫，挖人参的时候也未必能保证根须一点不损。掌柜本来还想随便给个差不多的价格糊弄过去，可一看这情况，就知道对面是个懂行的。根须保存得很完整，可毕竟是3年未的人参，药性不算强，我只能按2等参的价格给你算。这一株人参给你5两2亿25文钱，你看怎么样？他脸上一闪而过的紧张被我眼尖的捕捉到了。其实听到5两多的报价时，我心里已经惊呆了，只是没表现出来。怪不得挂签上写着颇丰，这何止是颇丰啊！再多挖3株，20两的徭役税就凑齐了，甚至还有富裕。我心里暗自庆幸，还好选了第一根挂签。要是选择去猎野猪，就算成了，拿去卖也就能换1两多银子，更别说还有受伤的风险，说不定钱都不够治伤呢。一瞬间，挖了大半天人参的疲惫感一扫而空，心里只剩下满满的喜悦。不行，10两银子。兄弟，哪有你这么出价的？你就说收不收吧。收是收，可你这要价也太狠了。5两多和10两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多出来的4两多银子足够一户普通人家大半年的开销了。见掌柜不肯松口，我直接抢过他手里的人参，重新包好就往外走。兄弟，价格还有的谈吗？10两银子实在给不出，你这株人参根须虽完整，可年份不高，我也不多挣你的。7两总行了吧？我依旧没停，眼看就要走出医馆大门，半点回头的意思都没有。掌柜想到最近好几户富贵人家都在收人参，心一横，又喊了一声：8两，实在不能再多了。8两半，实在不能再高了。你要还想卖就卖，不卖我也不强求了。成交。我心里清楚，这已经是掌柜能开出的最高价了，也不再为难他。我重新走回柜台前，看着一脸肉疼的掌柜，又笑着说：掌柜，我也不要8两半了，你只需要给我8两银子，再免费送我2瓶外伤药，你看可行？1瓶外伤药至少要卖半两银子，这笔买卖我本就亏了，最多只能送你1瓶，再给你8两银子。不行，必须是2瓶，否则这笔生意我就不做了。而且掌柜你应下来也不吃亏，以后但凡我挖到草药，都会优先考虑卖给你。年轻人，我算是怕了你了。那可说好了，下次你再挖到这么好品相的草药，一定要首选卖我。
我一口应了下来，最终拿着8两银子和2瓶外伤药，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医馆。至于答应掌柜的事，我隐隐感觉在杏花村待不了多久了。要是这2天的挂签显示还有草药可挖，我倒是会考虑这家医馆。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自古生意往来本就是无利不起早。我可不信这笔买卖掌柜会赔钱，顶多是少赚了点而已。我出了医馆之后，直奔镇上的米寺，一切都和我猜想的一样。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村里人大多都在地里收庄稼，很少有人往镇上跑。就算来了，也没人会留意镇上和往日有什么不同。就算看到街上行人多了，也只当是来往做生意的，根本不会多想。所以现在知道咸阳城已经乱了的人少之又少。我能知道这事儿也全是运气好，不过少并不代表没有，还是有个别消息敏锐的人家已经开始行动了。不过也仅限于镇上的富商和官宦之家。米寺的老板还不知道危险马上就要来，看着不少富户家的小厮来采买大量的米面粮油，脸上的笑容都被杜润花了。我这身打扮怎么看都不像富户，本来还担心买的粮食太多会引起老板的怀疑，现在倒是完全不用顾虑了。我现在全身上下就8两05文钱，其中5文还要付回程的牛车钱，所以价格昂贵的精米我连看都没看。我本来想一口气把8两银子全拿来买米面粮油，可我这身打扮实在不像有钱人家，买太多太容易让人起疑心了。我想了想，内心做了打算。老板，给我来1式俗米，1式粗面粉，半式细面，再要10斤盐。这里的1石足足有118斤重，粟米4文钱1斤，1石就是472文；粗面粉3文钱1斤，1石354文；细面贵些，1斤12文，半石花了708文。盐是这里面最贵的，花了230文，可我一点都不心疼。如今天下大旱，要是真的要逃荒，路上盐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其实也能买更便宜的粗盐，可粗盐吃多了总归对身体不好，都要走上逃荒的路了，再苛待自己的身体就太不值当了。老板听我要的都是便宜货，虽然比不上那些富户出手阔绰，可胜在量多，脸上立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嘞，小哥，你这些东西一共1两7钱64文，你要的多，我给你抹个零，就收你1两7钱好了。不用，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半个时辰之后，帮我把东西送到镇口的老榕树下就行。我买的东西太多，总不好扛着满大街走，太引人注目了。来，彼此啊，我还要再多跑几家米寺，再买些粮食。64文钱当跑腿费，老板觉得很划算，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会儿已经是下午3点多，天色不算早了。见老板应下，我立马火急火燎的赶往下一家米寺。最终在下午5点之前，我一共买了300斤粟米、200斤粗面、100斤细面，盐就没再买了。就这些，已经花了我3两2钱银子。我看着手里仅剩的1两多钱，忍不住感慨：这钱是真不经花呀。现在粮食的价格还没涨，但只要消息爆出，往后的粮价只会一天比一天高。我不是没想过把剩下的银子全花了买粮，可考虑到牛车的承重有限，还是悻悻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只能明天再来买粮了。米面是不能再买了，可别的东西倒是还能再添置点。今天没打到猎物，我想起小侄女沈小玲委屈巴巴想要吃肉的小模样，又想到接下来逃荒，不知道哪天才能再吃上肉，便在离开镇子之前，又花了1两银子买了1只烧鸡、10斤猪肉、5斤排骨、2斤板油。今天出门前我去厨房看过，家里的油已经不多了，板油是用来炼油的，炼出来的油之后能炒菜用。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了，本以为一切顺利，结果路上却出意外。张二狗本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泼皮，就算是农忙时节，也不会帮家里干一点活，更别说做饭了。他正叼着根狗尾巴草蹲在门口，看到我牛车上满满当当的一车粮食，眼睛瞬间就直了，当即就跳到路中间拦住了我的牛车。汉文哥，这么多粮，分我家一半吧，反正你家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我家今年收成不好，你嫂子身体又差，天天粗茶淡饭的，我正愁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你这就送粮上门了。我活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好狗不挡道，你花钱了吗？谁说这粮食送给你的？真够不要脸的。我是半分面子都不想给张二狗留，要不是担心马上要逃荒，我还想着找个机会从这2个人身上讨回点利息。这2人前后后从原身身上花走的银子，少说也有50多两。一想到那50多两银子，我就一阵牙酸。要是接下来真要逃荒，这50多两不知道能买多少粮食。刚才那一鞭子，我用了10乘10的力气，结结实实抽在张二狗的胳膊上。汉文，你竟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今天要是敢动我车上的1粒米，我就砍废了你！你这是盗窃，就算闹到李正跟前，也是我占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你东西了？我这是拿。可看着油盐不进的我，他心里仍直犯嘀咕。自从我被疯狗追着磕破头醒过来之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他动动嘴皮子把我高高架起来吹捧一番，再道德绑架几句，我就会心甘情愿的把东西双手奉上。现在好言好语说尽，竟然半点用都没有了。拿，这粮食是我真金白银花钱买的，你要是想要，我看在昔日兄弟情的份上，免了你跑腿费，1斤粟米就卖你8文钱。你要一半，那就是3两2钱。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做梦！他要是有钱，也不至于在村里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给钱是做梦，那你也别做梦。这笔买卖，就算你跪下求我也不会卖给你。我心里隐隐有预感，咸阳城被流民闯入横尸遍野的消息，用不了多久就会传开，到时候粮价只会一天比一天高。这么一算，我都觉得8文钱一斤卖给张二狗都算便宜他了。可张二狗不这么想，只觉得我是故意找茬，跟他过不去。我越是不给他，他心里的火气就越大，甚至升起了非要拿走我一整车粮食的念头。张二狗双目猩红，双手撑在牛车上，做事就往下卸粮。在他固有的印象里，我就是个软弱无能的草包，根本不觉得我真敢对他怎么样。然而下一秒，拇指粗的牛鞭接连狠狠抽在他的手脚上，疼得他在牛车上直蹦跶，一个没站稳，直接滚到了路中间。汉文，你来真的？好狗不挡道，让开！我答应过老爹要早些回家，这会儿天色已经越来越晚了。张二狗眼珠子一转，直接往地上一躺，不让！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娘过去！好啊，这可是你求我的。话音落下，我一鞭子狠狠抽在了黄牛身上，黄牛吃痛，闷哼一声，继续往前迈步。张二狗见我半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又惊又怒，在牛车快要压到他身上的前一秒，心慌害怕的急忙滚到一旁。他快，牛车更快，车轱辘径直从他来不及抽走的一条腿上碾压而过。下一秒，整个杏花村都回荡起了张二狗凄厉的惨叫声。汉文，你竟敢来真的！我刚才不过是想让你留下半车粮，你竟故意碾断我的一条腿。现在就算你把一车粮食全留下都不行，你赔我腿至少20两。你确定只要1车粮和20两？不对，是50两。确定了，50两。你听错了，是100两。